今天我们要来聊聊 MCU 的发展历史。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 Arduino 跟 STM32 是怎么发明的？还有新闻常见的 MCU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它跟 CPU 又差在哪里？一切的解答都在今天的影片。首先，我先考大家 ，Arduino 跟 Raspberry Pi 上面的主晶片哪一块是 MCU， 哪一块是 CPU 呢？答案是 Arduino 上面的是 MCU。Raspberry Pi 上的是 CPU， 大家是不是觉得有点困惑？没关系，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 MCU 跟 CPU 的差别。CPU 是指负责运算的晶片，它还需要搭配 DRAM、NAND Flash 等记忆体一起组成电脑系统，通常上面会运行作业系统。而 MCU 是一块同时包含运算、记忆体、Timer、ADC 等功能的晶片，是一块具有完整系统的机体电路，通常直接运行程式，不会有作业系统。以 Arduino 为例，中间这块是 Microchip 设计的 MCU 晶片，只需要搭配少量的被动元件就可以运作了。CPU 通常使用在电脑上，包括桌垫、笔电、手机等等，而 MCU 通常是使用在嵌入式系统内，包括家电、遥控器、汽车、工业控制等等。有了这些基础概念后，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来介绍 MCU 的发展历史了。在前一集的 CPU 进化史中，我们提到 Intel 在1971年为了制作电子计算机发明了4004。同一时间，另一个半导体巨人德州仪器也正在研发给电子计算机使用的晶片。当时 Intel 的解决方案4004还需要搭配3个额外的晶片，而德州仪器决定把 CPU、ROM、RAM 的功能做在同一块晶片上，在1971年推出了 TMS1802。TMS1802 也是历史上最早的 MCU。德州仪器很快的意识到，在电子计算机产品上 ，TMS1804 比 Intel 4004更具竞争力。在隔年1972年推出了 TMS0100 系列，迅速的攻占了计算机市场。德州仪器还意识到 MCU 晶片可以用来制作电子玩具等消费型电子产品，但可能会需要更多的记忆体来储存更复杂的程式与资料。他们在1974年推出了拥有 1K byte ROM TMS1000 系列。玩具供应商迅速的利用 TMS1000 来开发各种充满创意的电子玩具。虽然 Intel 靠着8080攻占了个人电脑市场，但当时没有人知道个人电脑市场可以有多大。Intel 也不想放弃电子玩具的市场，于是模仿了 TMS1000。Intel 在1976年推出了8048。8048还首次加入了8bit Timer 的电路， Timer 也成为日后 MCU 的必备功能。有了 CPU 6800的 Motorola 也不想错过 MCU 的发展。Motorola 基于6800指令集，在1978年推出了 MC6801 MCU， 拥有16 bit Timer 还有乘法指令。Intel 也不甘示弱的在1981年把乘法跟除法指令集补上，推出了著名的 Intel 8051。这个时候大家都已经意识到 MCU 在这种嵌入式电子设备的潜力，一场大战即将开打。Intel 在1981年拿到了 IBM CPU 的大订单后，为了专注在市场更大的电脑领域，又不想浪费8051的潜力， Intel 决定将8051电路 IP 大量授权给不同的半导体公司，让他们也可以生产自家的 MCU 晶片。8051凭借着 Intel 完善的技术教学与资源，很快的席卷全球。当时 MCU 除了可以用来制作电子计算机、电子玩具外，大家也找到了控制马达、家电、汽车、工业控制等各种应用。传统家电汽车大国日本跟欧洲很快的便拿到 Intel 8051的授权，设计自家的 MCU 来供应自家生产的家电跟汽车。1980年代 NEC、Hitachi、Toshiba 等日本半导体公司利用8051设计大量的 MCU， 放在当时日本制的家电跟汽车里。日本家电跟汽车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外销到全世界。除了利用8051外，日本也尝试设计自己的 MCU 指令集，包括 NEC 的 78K 系列，还有 Hitachi 的 H8 系列。这些日本半导体 MCU 部门也在2000年日本半导体走下坡后，整并成瑞萨半导体，持续供应日本家电汽车需要的 MCU。凭借着日本电子产品的深厚实力，瑞萨半导体现在一直保持在全世界 MCU 销量的前3名。欧洲的部分，电子公司飞利浦跟西门子也取得了 Intel 8051的授权，生产自家产品需要的 MCU， 还有供应欧洲的汽车厂商。飞利浦的半导体部门便是日后独立出来的 NXP， 西门子的半导体部门之后也独立出来成为 Infineon。
这两间公司也是今天全球 MCU 前3名的公司。NXP 还发明了今天 MCU 常用的 I2C 协议。美国的部分 Motorola 持续保持自己在 MCU 的竞争优势，推出了具有 ADC 功能的 68HC11， 还发明了 XPI 协议。Motorola 的半导体部门后来也带着 MCU 的产品线独立出来，变成 Freescale， 现在已经被 NXP 合并。美国的另一间知名的电子设备公司通用仪器也积极采用 MCU 的技术，放在自家的电子产品内。除了制作8051 MCU 外，他们还自己设计了 PIC MCU 系列。通用仪器日后也把自己的半导体部门独立出来，变成了 Microchip。Microchip 也是今天美国最大的 MCU 供应商。台湾的华邦电子在那个年代也有拿到8051的授权，后来 MCU 的相关部门独立成新唐电子。新唐电子也是今天世界上 MCU 前10的供应商。最早的 MCU 开发都是需要阅读各家 MCU 的技术手册，直接撰写 Assembly Code。为了利用高阶语言 C 来开发 MCU 程式，德国的 Keil Software 率先实现了8051的 C 编译器跟图形化软体程式，大幅减少了开发者 MCU 的开发门槛。除了8051外， Keil 也陆续支援不同的 MCU， 成为了所有 MCU 开发者一定会接触到的开发软体。2000年过后，8bit 的 MCU 效能已经无法应付日渐复杂的应用，各个公司开始推出自己的16位元 MCU， 包括 Microchip 的 PIC24、DSPIC、德州仪器的 MSP430 等等。但碍于技术资料的普及性，8051系列的 MCU 依然占据了大部分的市场。靠着 Nokia 手机在 CPU 站稳脚跟的 ARM， 这个时候把目标投向了 MCU 市场。ARM 敏锐地发现，因为技术资料跟教学的不普及，导致16bit 的 MCU 迟迟无法取代8bit 的8051。如果 ARM 想要进军 MCU 市场，就必须先解决这个问题。于是 ARM 决定买下 Keil Software， 掌握了所有 MCU 开发者需要使用的应用软体，然后把它原有的32位元 CPU， 根据 MCU 的特殊需求，特化成专门的 ARM MCU CPU 系列，包括 Thumb2 技术以及 NVIC 的功能。ARM 在2004年推出了他们第一款 MCU 产品 Cortex M3。为了让 Cortex M 可以快速的占领市场，像8051那样成为业界标准， ARM 宣布了 Design Start 计划，让 MCU 厂商可以直接使用 Cortex M IP 进行 MCU 开发，不需要额外的授权费，只需要在量产后支付版权费用即可。很快的，各家 MCU 厂商开始尝试 Cortex M，其中一个成功将8051挤出 MCU 市场的传奇产品即将诞生。2007年 STMicroelectronics 在北京宣布了他们基于 ARM Cortex M3 的 MCU 产品 STM32F1。 由于2000年后中国变成了世界的制造工厂，让中国同时也成为了 MCU 最大的消费市场。长期以来，中国的 MCU 都是被8051垄断。STMicroelectronics 选择在中国发布，也是想冲击中国的 MCU 市场。搭配着 ARM 的 Keil Software 跟 Cortex M 32bit 的高效能， STM32F1 很快的在中国掀起了一股热潮。凭借着 STMicroelectronics 原本在工业界的开发经验， STM32 将大量标准化和高性能的周边设备，例如多通道的 ADC、DAC、Ethernet MAC、USB、CAN 总线等等，整合在单晶片上，减少了外部元件的需求。除此之外， STMicroelectronics 再接再厉的替 STM32 系列推出了一系列低端、中端、高端的产品线，让中国各个电子设备公司可以依照自己的使用场景，选用适合自己的 MCU。加上 STM32 的售价被 STMicroelectronics 压到跟当时8051差不多的售价，开发商很自然的就改选用效能更强的 STM32。为了完善开发者们的软体使用体验， STMicroelectronics 也在2014年推出了 STM32 专属的开发软体 STM Crew， 还有 HAL 驱动库跟相关的开发版，大幅降低了开发门槛，加速了产品的上市时间。如今 STM32 已经成为了通用 MCU 市场市占率最高的晶片。这一次的会员影片就是要来讲解 STMicroelectronics 意法半导体这一间欧洲半导体公司的历史。你们知道意法半导体现在依然是一间 IDM 公司吗？
而且它常年排名世界半导体营收前10。到底意法半导体在卖什么产品？它是怎么在欧洲存活下来的？一切的答案都在本周的影片 STMicroelectronics 简史欧洲半导体的经营智慧。欢迎加入会员收看哦。除了 STMicroelectronics 外， NXP 跟瑞萨电子也都纷纷改采用 ARM Cortex-M 来生产自家的 MCU 晶片，让 ARM 除了手机领域外，也成功的垄断了 MCU 市场。1980年代 Intel 发明了 EEPROM， 当时 Intel EEPROM 小组的一位工程师 George Pelagos 看到了 EEPROM 的前景，决定离职创办专门设计 EEPROM 相关晶片的半导体公司。除了 EEPROM 外， George Pelagos 也敏锐地意识到 MCU 市场有很大的潜力，于是他将他的公司命名成 Advanced Technology for Memory and Logic， 也就是日后的 ATMEL。但由于 Intel 有 EEPROM 跟 MCU 相关的专利，导致 ATMEL 创办公司后就长期的陷入与 Intel 的诉讼。为了避免公司还没赚钱就先被告倒的窘境， ATMEL 决定跟 Intel 购买8051的授权，并利用当时最新的 NAND Flash 技术取代原本8051里面的 EEPROM， 推出了完全相容于8051的 MCU AT89 系列。对比于 EEPROM， NAND Flash 可以轻松读写记忆体的特性，让 AT89 很快的风靡市场。虽然 NAND Flash 的发明让 MCU 读写资料变得容易，但由于8051相关的 MCU 都还是使用 CISC 指令集，导致程式架构跟编译器的设计非常的复杂。当时在纽威科技大学的2位学生 L. Igor Bargan 和 Viggo Wallen 因为课程需要用到 MCU， 被市面上现有各种 CISC MCU 搞得焦头烂额。在知道了 RISC CPU 技术后，就在想为什么不能设计一款 RISC 指令的8位元 MCU 呢？除了 RISC 以外，他们也想确保 MCU 有 NAND Flash 记忆体。于是 L. Egan Bogan 和 Viggo Wallen 联络了 ATMEL， 想让 ATMEL 指导他们设计一款 RISC MCU。1997年 L. Egan Bogan 和 Viggo Wallen 设计的 RISC MCU 问世，并利用他们2个的名字命名这款 RISC Microcontroller， 简称 AVR。AVR 的设计团队秉持着要让更多学生跟初学者也可以入门 MCU 的开发精神，免费开放许多 AVR 相关的 MCU 开发软体，而正是因为这点，催生了历史上最知名的 MCU 开发版。当时在意大利的 IFRI 互动设计学院，有一群学生正在尝试利用 MCU 制作一些互动艺术装置。虽然当时基于 AVR 架构的 ATmega 128已经有完善的教学和开发软体，让电机系学生可以轻松的使用 ATmega 128这块晶片，但是需要自行设计电路板等相关的电子电路知识，对艺术系的学生来说依然是一个非常大的门槛。IFRI 互动设计学院的学生 Hernando Barragan 决定利用 ATmega 128设计一个开发电路板，让开发者可以免除 PCB 板设计的困扰，并且完全开源它的电路板设计跟开发软体，让玩家们可以自行改造。而它的这一块电路板便是鼎鼎大名的 Arduino， 也催生了一个时代的 Maker 文化。现成的电路板跟易用的开发软体，让 Arduino 席卷世界上的 Maker 圈，只需要电脑跟 Arduino 就可以开始设计自己的电子装置，不再需要手动设计电路。Arduino 的成功也带动了 AVR 晶片的销量。ATMEL 跟 Maker 文化的成功，让传统工业电器领域分割出来的 MCU 半导体公司开始感受到威胁。于是 Microchip 在2016年决定收购 ATMEL， 所以今天大家在使用的 Arduino 开发版背后的 MCU 供应商都是来自这家美国的半导体公司 Microchip。 更神奇的是，在我做影片的期间，高通竟然宣布收购 Arduino， 看来高通也很想认真经营 MCU 的市场。随着无线网络时代的到来， Arduino 的开发版功能已经不够用了，为了可以更方便的使用 Wi-Fi、Bluetooth 等功能，Maker 往往会需要加装 Wi-Fi 跟 Bluetooth 额外的晶片。中国原本一家做 Wi-Fi 晶片的公司乐新科技看到了中间的机会，如果无线网络功能变成 MCU 开发的必需品，那这会不会是一个新的 MCU 革命呢？于是他们在2016年基于原本自家的 Wi-Fi 蓝牙晶片技术跟 Cadence Tensilica 的 CPU IP， 推出了同时具备 Wi-Fi 蓝牙功能的 MCU ESP32。ESP32 也成为了近年来最火红的 Maker 开发版，许多大学原本教授 Arduino 的课程也都纷纷改成以 ESP32 为主。
乐新科技也因为 ESP32 的成功，大幅推升了它在世界上 WiFi 晶片的出货量，成为中国 IC 设计界最闪耀的一间公司。自从 Processor 的技术发明后， CPU 跟 MCU 便走上了各自发展的技术道路。 CPU 专注在提供电脑系统强大的运算能力，而 MCU 则负责整合软体系统所需要的最极简功能到同一块晶片上。从最早的包含 EEPROM、RAM 等记忆体，到后来的 Timer、ADC、SPI、I2C， 再到最近的 NAND Flash、Wi-Fi、Bluetooth 等功能， MCU 让我们的家电、工业控制、汽车、物联网等生活产品越来越智慧化。不知道在新的 AI 时代，谁能最早推出具备 AI 运算功能的 MCU 呢？能不能诞生一款 AI MCU， 像 STM32、Arduino、ESP32 这些经典产品一样，再一次打破商业格局呢？最后，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想更深入了解意法半导体的历史，欢迎加入会员收看哦。